在干嘛？今天要来跟大家闲聊对未来的恐惧以及迷茫。那这个主题是我最近一直在苦恼的问题，就是会有一点小小的焦虑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即将踏入职场，对职场有很多的未知恐惧。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没有办法预想说可能会突然发生什么样的状况，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排解。你们也有迷茫或是恐惧的时候吗？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加一，分享你的经历哦。今天这部影片也分享给你们对未来感到迷茫以及恐惧的朋友。今天除了要讲恐惧跟迷茫的这个部分以外呢，同时还要告诉大家如何去缓解这种症状，如何去缓解你的恐惧。首先讲为什么会感到迷茫呢？我这里规划出了3大点。第一点就是对未知的事情感到恐惧，感到不确定，感到害怕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要考试，那你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考题，今天读了这些课本、考卷、习题的内容，那你还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，什么样的问题，甚至你不知道你在考试的时候呢，会不会突然肚子痛啊，太紧张、太焦虑啊，会有一些病灶，会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出现，那你就会感到恐惧不安，就有点像是你不知道你人生之后接下来的每一步要走去哪里，不知道你该往哪个地方走，你会对这种未知的事情感到恐惧跟害怕。那再来第二个，没有规划好你的下一步该往哪里去，没有去规划说你今天做完了这一步之后呢，那你下一步要怎么做，或者是你今天犯了这个错，那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可以修正这个错误。你对你人生的规划没有说到非常的清楚，或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可以做怎么样的规划。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个点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人生什么事情都要照你自己的 schedule 走，自己的一个流程走的话呢，我觉得会缺乏了一些乐趣。就好比说你今天要存一个钱，你今天要存一笔钱，假如说你可能每个月基本底薪好了，那你每个月你想要至少存到1万块，那1万块就是你每个月的目标。那你可能存着就想说，我偶尔想要去出国旅游啊，或者是我想要做一些其他事情，那可能做的这些其他事情会需要花费到比较多的金钱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去抉择说，那你是要花比较多的钱去买到快乐，买到你出国的一个机会呢，还是你不想要出国，不想要这些娱乐方面的，去省下你的这笔钱，然后达成你每一个月的存到1万块的目标，需要做抉择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会觉得如果都按部就班，没有一点变化的话，反而会失去一点乐趣。假如说你是那种周休2日啊，1到5都去上班，6日都在家里废，然后一成不变，没有任何的变化，太规划一件事情呢，也会导致出一种完美主义。我自己本身是喜欢那种有点随波逐流，就是可能工作是归工作，但是假日的时候呢，我虽然会规划了一个行程，但我不一定所有的行程上面的时间都会依照表定走。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，这个地方好像比预期的还要好玩一些些，那可能就会多停留个20到30分钟左右，就不会把行程排得死死的，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这样子。那第三个，对陌生的环境感到不自在。那我们人都习惯了躲在自己的舒适圈，等到你一旦要踏入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新的职场、学校也好，你往往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有一点点陌生、害怕。回归到第一点，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样的人事物。那你一旦跳脱这个舒适圈的话呢，你就会感到恐惧不安，心里面就会开始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有种不平衡的感觉。讲完了前面对未来的迷茫跟恐惧以外呢，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要如何放松自己。我自己会觉得说，你会有这些迷茫跟恐惧的话呢，通常就是因为你一直去想这件事情。那你去想的话，你身体上就是紧绷的状态，不是一个放松、冷静思考的模式。那可能往往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思考更多的问题。那我整理出了如何放松自己的第一个点，就是阻断自己内心的想法。很多的未知恐惧呢，通常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。你会觉得说什么这件事情很困难啊，很困难可能是一个原因，
但是很困难，这个事情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压力，你还没有继续执行，或者是你可能只是执行到一半，你还没有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好难哦，怎么那么的感觉我做不来啊之类的。是你没有去想到说，可能等你一段时间你熟悉了之后呢，反而你再回头看，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当初你自己想的那么的困难。对这个时候的自己来讲，还会觉得说反而简单很多。负面想法往往会去影响到你接下来的每一步，甚至是你的思想。你可能会觉得说太困难什么的，那你心情就会越来越沮丧。沮丧的话呢，你整个人的行动力都会降低。这点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要你去不想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应该说我叫你去不要想这件事情，可是叫你不要想，但是你的脑袋里还是会去想这件事情。所以你要去阻断你的这个负面想法是需要一段时间。当你内心自己有这个负面的想法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说不，现在这个想法不是我实际上现实生活上出现的问题，那我不要去想这个部分，因为它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。简单来讲就是不要想太多。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关于闲聊系列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再来第二个，思考一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补足目前的现况。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是之后做的每一件事情。因为如果你今天执行了一个任务，执行了一个工作，可能它还有其他的可塑性，或者是说它这个工作呢其实还有其他的变动可能，那你有没有办法去预想到之后呢去防范，就会减少你的焦虑跟不安。那再来第三个，事后的检讨问题。很多人做完一件事情之后呢，就觉得说我终于做完这件事情了，太棒了，我终于可以放松自己，好好的睡上一觉。会因为这样子往往去忽略到说今天做什么事情，或是做什么比较不好的事情，或是我还有哪一些事情可以慢慢的补足，下一次做呢就会变得更好。很多人会做完之后呢，就是直接放松或者是摆烂之类的，就不会想要再去回想说之前做了哪些事情，或是哪些事情他可能自己也要检讨一下。有些人是不想要面对自己的过错，就是会有点想要逃避现实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的去思考说下一步可以怎么做，或者是可以怎么样预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检讨时间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机会。而且这一点需要跟第一点做结合的原因是因为呢，当你执行一项事情，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上好了，你都一定会有案子结束，或者是事情告一个段落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能够去给自己充分的检讨的话，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。那因为你检讨之后呢，你可以从你执行当中去回想说你之前有哪一个 moment， 哪一个地方做的不是很好，或是有哪一个地方呢，如果你当时可以怎么样去帮忙他们，去怎么去互助，那可能这件事情就会是另外一个走向。当然在你回想的过程中呢，你的负面想法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出现。这时候你要告诉自己，因为你已经走过了这一段时间，你已经不一样，你已经成长了，所以你内心的一些负面想法是不必要的，因为它已经过去了。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用去做过多的想象跟猜测。当你事情结束了之后呢，你必须要回去好好的检讨。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跟事情结束的时候呢，你不用去做过多的猜想跟预测，不用去感到过多的不安以及恐惧。那今天是我分享的影片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系列的影片，不妨可以点个赞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